大家好，歡迎來到 Unconventional Chinese 36計系列的第3計，借刀殺人。請打開字幕。今天我們要說一個現代社會的借刀殺人的故事。在中國的古代，使用36計贏得戰爭，一定會有人死。但是現代的社會啊，用借刀殺人這一計不會有人死，因為這不是古代的戰爭，而是一個太太用借刀殺人，讓丈夫的第三者離開自己的丈夫的故事。你聽過一種職業叫做小三分離師嗎？有人出軌，就有人想要不讓自己的另一半出軌。隨着現在社會上出軌的現象越來越多，一個專門幫人們解決第三者的行業就出現了。這個行業就叫小三分離師。今天這個故事裡的太太，她觀察到自己的丈夫出軌了。她的丈夫是一家公司的 CEO 老闆。出軌的第三者非常的年輕又漂亮，她氣得要死。可是太太很清楚，她不想要離婚，她沒有吵，也沒有告訴自己的丈夫。她冷靜下來以後，她想，如果我現在和我的丈夫離婚了，我就什麼都沒有了。我不想要離婚。如果我正面去對抗小三，或者對抗我的丈夫，就算我鬧得非常的厲害，可是我知道最後我還是會被拋棄。所以他選擇了另一條路，借刀殺人。為什麼他不選擇36計的第2計圍魏救趙呢？因為這個太太她不了解這個第三者，她沒有辦法找到這個第三者的弱點，所以她花錢請了一個小三分離師。這個小三分離師就是這個太太借刀殺人的刀。小三分離師需要用各種各樣的方法，讓這個第三者愛上他，並且讓他和這個大老闆分手。雖然不道德，但是他一想到如果成功了就能得到100萬，他就願意做別人的刀。小三分離師非常的專業，他聯繫到第三者之後呢，他不是一上來就罵小三，而是一邊和他聊天，一邊叫他出來吃飯，請他吃飯。小三分離師表現得很體貼，也很忠誠，好像比那個已婚的大老闆更懂他，更通情達理。如果這個小三生病了，已婚男人不敢照顧他，不敢陪他，因為他害怕被他的太太觀察到，被他的太太發現。可是這個小三分離師不一樣，他是單身，他可以每天給小三送藥，給小三做飯。小三一邊流眼淚，一邊心裡想，哇，這才是我想要的愛，他才是我的真愛啊。
那個有錢的老闆只是把我當成他的一隻小寵物，不是一個人。漸漸的，這個小三覺得這個人比那個已婚的男人更好，更體貼，更適合談戀愛。他開始對那個有錢的老闆愛答不理。小三分離師開始瘋狂的追求這個第三者。幾個月以後，小三分離師成功的讓這個第三者愛上了他。當小三分離師問這個女孩，你是不是單身，可不可以做我女朋友的時候，這個女人說，我是單身，我願意做你的女朋友。小三主動的和那個已婚的大老闆說了分手。他說，我寧可孤單一個人，我也不願意再偷偷摸摸的談地下戀愛了。寧可我多花一些時間，我也想要找一段真正的感情。已婚男人傻眼了啊！他驚訝地說，你怎麼變了？你不是說過你不和我結婚，也要和我永遠在一起嗎？我以為你是愛我的。小三說，我以為我愛你，可是現在我覺得我錯了。後來呢？當然，小三分離師不會愛上這個第三者呀。小三不但和這個大老闆分手了，小三分離師也在拿了這100萬以後消失不見了。這個大老闆的太太，她什麼都沒做，她只是花了錢，請了一把刀，請了一個小三分離師，借這把刀殺掉了小三和她的丈夫的關係。最後，她讓這個第三者離開了自己的丈夫。在這個故事裡，丈夫和第三者是在一開始就不道德的。那太太和這個小三分離師又是道德的嗎？當然也是不道德的。在這個故事裡面，沒有人是最後的贏家。我認為這個行業的出現和亞洲文化也有一些關係。在西方，更多的人呢，如果發現了自己的伴侶出軌以後，第一反應是離婚或者分手。他們不會和這個不忠誠的另一半糾纏，他們覺得婚姻中的忠誠是最重要的。但是好像在亞洲國家，人們更願意忍得自己很累很累。還有一些人會選擇像這個太太一樣借刀殺人，不是自己去和自己的丈夫、妻子和自己的另一半去溝通，而是讓別人來做，讓第三者自己離開。現在你了解了現代社會的借刀殺人在生活中怎麼用嗎？你怎麼看這種奇怪的社會現象和小三分離師這個職業呢？在一段關係裡面，你覺得忍耐更重要，還是自己的尊嚴更重要？你覺得請一個小三分離師的做法是聰明的，還是糊塗的？今天我們要說一個現代社會的借刀殺人的故事。在中國的古代，使用36計贏得戰爭，一定會有人死。但是現代的社會啊，用借刀殺人這一計，不會有人死，因為這不是古代的戰爭，而是一個太太用借刀殺人，讓丈夫的第三者離開自己的丈夫的故事。
你聽過一種職業叫做小三分離師嗎？有人出軌，就有人想要不讓自己的另一半出軌。隨着現在社會上出軌的現象越來越多，一個專門幫人們解決第三者的行業就出現了。這個行業就叫小三分離師。今天這個故事裡的太太，她觀察到自己的丈夫出軌了。她的丈夫是一家公司的 CEO 老闆。出軌的第三者非常的年輕又漂亮，她氣得要死。可是太太很清楚，她不想要離婚。她沒有吵，也沒有告訴自己的丈夫。她冷靜下來以後，她想，如果我現在和我的丈夫離婚了，我就什麼都沒有了。我不想要離婚。如果我正面去对抗小三，或者對抗我的丈夫，就算我鬧得非常的厲害，可是我知道最後我還是會被拋棄。所以他選擇了另一條路，借刀殺人。為什麼他不選擇36計的第2計圍魏救趙呢？因為這個太太她不了解這個第三者，她沒有辦法找到這個第三者的弱點，所以她花錢請了一個小三分離師。這個小三分離師就是這個太太借刀殺人的刀。小三分離師需要用各種各樣的方法，讓這個第三者愛上他，並且讓他和這個大老闆分手。雖然不道德，但是他一想到如果成功了就能得到100萬，他就願意做別人的刀。小三分離師非常的專業，他聯繫到第三者之後呢，他不是一上來就罵小三，而是一邊和他聊天，一邊叫他出來吃飯，請他吃飯。小三分離師表現得很體貼，也很忠誠，好像比那個已婚的大老闆更懂他，更通情達理。如果這個小三生病了，已婚男人不敢照顧他，不敢陪他，因為他害怕被他的太太觀察到，被他的太太發現。可是這個小三分離師不一樣，他是單身，他可以每天給小三送藥，給小三做飯。小三一邊流眼淚，一邊心裡想，哇，這才是我想要的愛，他才是我的真愛啊。那個有錢的老闆只是把我當成他的一隻小寵物，不是一個人。漸漸的，這個小三覺得這個人比那個已婚的男人更好，更體貼，更適合談戀愛。他開始對那個有錢的老闆愛答不理。小三分離師開始瘋狂的追求這個第三者。幾個月以後，小三分離師成功的讓這個第三者愛上了他。當小三分離師問這個女孩，你是不是單身，可不可以做我女朋友的時候，這個女人說，我是單身，我願意做你的女朋友。小三主動的和那個已婚的大老闆說了分手。他說，
我寧可孤單一個人，我也不願意再偷偷摸摸的談地下戀愛了。寧可我多花一些時間，我也想要找一段真正的感情。已婚男人傻眼了啊！他驚訝地說：“你怎麼變了？你不是說過你不和我結婚，也要和我永遠在一起嗎？我以為你是愛我的。”小三說：“我以為我愛你，可是現在我覺得我錯了。”後來呢？當然，小三分離師不會愛上這個第三者呀。小三不但和這個大老闆分手了，小三分離師也在拿了這100萬以後消失不見了。這個大老闆的太太，她什麼都沒做，她只是花了錢，請了一把刀，請了一個小三分離師，借這把刀殺掉了小三和她的丈夫的關係。最後她讓這個第三者離開了自己的丈夫。在這個故事裡，丈夫和第三者是在一開始就不道德的。那太太和這個小三分離師又是道德的嗎？當然也是不道德的。在這個故事裡面，沒有人是最後的贏家。我認為這個行業的出現和亞洲文化也有一些關係。在西方，更多的人呢，如果發現了自己的伴侶出軌以後，第一反應是離婚或者分手。他們不會和這個不忠誠的另一半糾纏，他們覺得婚姻中的忠誠是最重要的。但是好像在亞洲國家，人們更願意忍得自己很累很累。還有一些人會選擇像這個太太一樣借刀殺人，不是自己去和自己的丈夫、妻子和自己的另一半去溝通，而是讓別人來做，讓第三者自己離開。現在你了解了現代社會的借刀殺人在生活中怎麼用嗎？你怎麼看這種奇怪的社會現象和小三分離師這個職業呢？在一段關係裡面，你覺得忍耐更重要，還是自己的尊嚴更重要？你覺得請一個小三分離師的做法是聰明的，還是糊塗的？歡迎你在評論區告訴我們你的想法，我想要和你們交流。點讚、交流、分享給更多的人。如果呢，你對我們的課程有興趣，也歡迎你跟我上一節試聽課。到我們的網站 unconventionalchinese.com 去看看吧，那裡有更多免費的中文學習材料。我是 Juno，我們下個星期再見吧，拜拜。